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今天我们再来做一期关于世界大战正在加速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可以看我身后这个背景图，红色的区域呢表示这个俄罗斯正在进攻乌克兰的区域部分它占领了，部分正在进攻，准备占领。那么，在俄乌战场的5大战区都在爆发大小不同的战斗。那么，首先激战的毫无疑问是顿涅斯克这样一个州那么，俄军呢，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基市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没有攻入城市。那么，对托列斯克呢，已经占领了80%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区域在库拉霍夫方向呢，库拉霍夫呢已经全部占领了。这是俄罗斯的这个进攻的态势它取得了一些进展。然后呢，在今年的6月份，俄罗斯呢开辟了第2战线，也就是苏梅州战线。目前占领的领土呢，大概是有125平方公里。那么，据说乌克兰呢，准备在7月下旬，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准备开始反攻另外，在哈尔科夫、扎波罗热依旧是以这种空袭无人机空袭导弹为主包括地列这个波罗州，那么这一块呢都有小规模的一些这个战斗持续发生。那么总体看呢，俄罗斯采用一种高压的态势就是在川普来调停俄乌战争这个期间，俄罗斯不仅没有退步不仅没有停火，加强了攻势照理说嘛，玩书分析过嘛，从这个逻辑上讲、合理上讲是吧？川普呢放下身段是吧？跟大家是吧？这边压一压小泽乌克兰，然后呢给你点俄罗斯的面子。照理说呢，这个俄罗斯多少也得卖美国的面子是吧？尤其川普这么低声下气的是吧？经常在这个美国说是吧？那是这个拜登这仗是因为拜登而起是吧？跟咱们川普没关系，已经给面子了，为什么这个俄罗斯就不就范呢？对吧？玩叔在之前也视频中讲过，我说这个政治强人、独裁者，他到了最后他的智力就不及常人一半，就跟傻子一样的，他只看他一个理念，这个一定要拿下这个乌东四州，一定要乌克兰臣服他别的观点没有了，所以他不遗余力拼然后呢，加上他这个人员不够，有这个朝鲜来帮忙出人现在前线的5万人据说一半都是朝鲜的对吧？然后呢，这个伊朗无人机的技术支持中国在后面的无人机技术支持他也没有后顾之忧是吧？可以放开手脚毕竟有这个石油天然气有钱赚是吧？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物价飞涨他也不在乎对吧？所以这个政治强人、独裁者你把他没招你不能以常人眼光来看他是吧？那么好，那么现在的战局呢，玩叔跟大家汇报呢，就是天平正在倾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刚刚欧盟已经和美国达成了这个贸易协定关税15%经过了多人谈判就在这个周末，这个川普到欧洲去一趟，到他这个母亲的老家苏格兰这个去转一下，然后呢，顺便把这个欧盟的协议给签订了这个是重大的突破。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会影响到全球战局呢？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川普是
放手啊，你欧盟啊，这个乌克兰我不管了，你们打啊，欧洲的事你们自己管是吧？我就是主动亚太是吧？那么太平洋、亚太这中国这一块那个防线整理好，第一岛链给它整一整的不错了，是不是？美国我说过了，它也是空虚的很，对吧？到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欧盟就是吧，这个就抵触啊，一下子老大哥是撤出了，这小弟们的心里没有底呀，就扭扭捏捏的，也是不情愿呐，这谈了好半天，哎，现在终于呢，这个是吧，军费啊加到啊这个每年 GDP 的5%，是吧？哎，然后呢，德国啊，金牛座啊，是吧？也开始准备供给乌克兰了，是吧？然后呢，经过了前一段给俄罗斯面子，俄罗斯不要啊，所以美国又开始继续军援乌克兰啊，有点类似这个二战时候的租借法案啊，你们先这个欧洲先把你们的库存军火啊，先往乌克兰前线送啊，然后现在我再给你们补充后面的是吧？哎，把你的旧设备先打掉是吧？新设备我再慢慢补给你啊。现在美国也在开动这个战争机器是吧？源源不断向这个乌克兰前线运送这个武力啊。那么完叔有个预估的什么预估呢？就是这个战争到了现在的话，大家看这个身后那个背景图啊，俄罗斯依旧不放手，依旧全线施压。那么小泽在7月份的反攻能否取得成功，是吧？因为现在乌克兰人也可怜啊，这个3000多万人口，这个打了3年了，是吧？死伤啊，死没那么多啊，加起来也近100万，俄罗斯肯定早过100万了，是吧？所以呢，军援也肯定是不足，对吧？所以我的预估的话呢，欧盟应该要下场了，到他们下场，不光是给武器了，是吧？给训练，给这个指导，你要下场帮忙了，你否则就打不过这个俄罗斯的。所以战争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完说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就从原来的这个只是给钱、给武器，然后人员要上场。你看朝鲜兵已上场了吧，对吧？俄罗斯也不够啊，俄罗斯大国是吧？是吧？1亿多人口打得不够了，是吧？靠朝鲜的，何况这个乌克兰呢？只3000多万人口的，是不是打了3年，对不对？所以欧盟啊，北约的欧盟啊，应该上场了。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我们看未来会不会这么走啊？这是完叔的一个判断啊。那么为什么我说到这个战争临界点，并且这个西方这一块呢，正好天平的已经倾斜了呢？就是川普终于把这摊事儿整清白了。你看，欧洲战场，欧盟负责，对吧？欧盟从他的军力来看，这个国家来看，那么欧盟30个国家是吧？打俄罗斯一个国家，应该有什么问题呢？原来德国是什么水平，英国是什么水平，对吧？对吧？你这个是吧？当年的这个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是吧？跟德国在二战时候打的，德国都是也是德国也狼狈不堪了，是吧？起码当时在非洲战场，那个英国也大获全胜了，打的意大利是吧？屁滚尿流，对不对？是吧？当然打德国可能是吧？在法国这块，德国打可能是还不够啊。英国的跟德国硬碰硬的话，估计可以碰一碰，对不对？你这个德军的轰炸这个伦敦是吧？轰炸英国也没把这个英国炸屈服。所以英国这个民族，我跟你讲，那永远点赞啊！那是他是这个西方世界民主和自由世界的一个脊梁啊，永远是脊梁，对吧？英国啊，完说有机会在英国再去玩一玩啊，对吧？啊，我们再把话题说回来，就是川普已经搞定了欧盟，欧盟你自食其力，有这个能力，对吧？他呢主动亚太。那么亚太现在呢，这个日本呢，我刚刚讲过一个日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啊，也是扭扭捏捏的啊，举棋不定，他进退失据是吧？但是美国的决心已下，对吧？哎，那么但是中国呢，这个力量也很厉害。中国现在是这个今年这个第3艘航母啊，福建号估计会正式入狱啊，加入这个战列了，是吧？然后另外一个航母呢，正在修建，估计在2027年会下水，是吧？这会对这个台海的局面造成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个美国那还得想办法，
是不是啊？好在呢，中东呢，咱们这个小霸王以色列呢，是吧？就配合美军是吧，要把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设施炸了，是吧？哎，在这个战术上面啊，那是可以取胜的，没问题啊。王叔说过了，战略上那个难说啊。战略上，伊斯兰教它这个是吧？它厉害啊，它人口多啊，全世界都是啊。现在是欧洲占领了，你看我们这北美也占领了，是吧？美国也占领了。那以后是伊斯兰天下，那没办法，他人多啊，是吧？你又不能把人跟那像这个希特勒一样的把这个犹太人杀光，你把伊斯兰就杀光，你不可能，对吧？你是民主社会，西方世界，对吧？那你是让多生，没办法，是吧？你还移民让他多生，所以我说过，你的战略上你肯定是搞不过伊斯兰啊，但是呢，这个在战术上啊，这个战斗这一块这些年。啊，中东可以稍微安定一点点，你起码这个伊朗老实点点，你再有核武器再给你炸一次，对吧？尤其美国那个比尔轰炸机是吧？这个这么远距离能够是吧？从美国飞到了这个伊朗是吧？通过空中加油是吧？那你这个对全球这个流氓地痞都是一种威慑是吧？哎，这个还是厉害啊！美军这个技术这块还是领先啊，遥遥领先这个全世界第一战力的美国啊！好在有这个世界警察管着呢，否则世界上不知道多乱了啊！所以呢，美国呢由于把这个通过这个军事准备，包括这个经济上的，你看这个欧盟特别好啊，这回是15%是吧？市场对美国开放啊，美国也挣点钱了。另外呢，投资这个7000亿到美国，欧盟啊大手笔啊，日本是5000个亿是吧？据说韩国拿4000个亿啊，这个欧盟呢拿了这个1000个亿准备投资美国，所以美国这块也会有钱，有钱之后的好办事啊，是吧？这个国家强大了之后，它的军力也会强大，所以世界警察的话呢，美国还会继续当下去啊，所以整个这个世界这个战争这个局面呢，虽然还在往下演变，你看我生活那个图就说明什么？俄罗斯没停手，它还在演变，但是呢，这个胜利方的天平正在向这个西方倾斜啊，所以今天呢，高兴跟大家播报一下这个从战略上讲啊，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欧盟、美国签订了贸易协定，那么对这个中国啊，对这个亚太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威慑了啊！大家的听话啊，听世界警察的话了，对吧？他越来越有钱了，是吧？但是呢，未来的征程啊，这个3次大战的征程步伐不会停，继续往前走，但是怎么走，我们继续拭目以看。好，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好，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